今年来的这个是很强的对手，他是一个怪咖、强咖，你们两个常常 live 是娱乐大众嘛，所以今天他就得来我的场子，给我娱乐一下，必须得来的。他应该到了，准备一下。全听你说。哈，可以进来了啊！哦，哇哦 ，Hello，Hi everyone，Hi。就是这一幅画你自己带来啊？撰稿叫我带来的。是的，必须来，因为陆江是多才多艺啊。你说今天的 set 应该放在哪里？其实这个跟多才多艺没有关系，这个是跟聪明有没有关系？这边刚好空了一个洞哈，顾名思义哈，你们的 set design 呢就是讲说一定要没有，你也可以再把东西放在我后面吗？放在我后面呢，因为这样子我坐这边我的 back shot 就一直是他吗？你吃饭了没？还没有。来上菜，我们可以上菜。你知道今天为了要买适合你的菜，因为你海南人嘛，我们的工作人员问了一大圈，所有拍过美食节目的人，哪里找到最好吃的海南菜？我也是啊，海南杂菜。真的都是为你准备，他们为你的对，就是哪里是最好吃的，真的。怡凤咯。OK， 好，你满意了，我们可以开饭了吗？可以啊。你会发觉到，如果这个是海南人做的很有那个西餐的味道。对，这是 fusion。是因为以前很多海南人他们来到新加坡的时候，他们都去跟那些洋人做 chef 嘛，所以他们就会煮那种 beef stew、lamb stew。我今天访问你会有点紧张，我手在抖。为什么？不是因为我知道你也太多，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样访才精彩。可是问题就是这样子当你知道那个人太多的时候，然后你在问某些问题的时候，你也会避开对，问某些问题，因为你知道那个问题是不能问，那怎么办呢？所以今天你就要做好人，我知道很难，也不用叫你摸良心啦，因为大致上你是没有的，对。我每天开工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良心放在家里，安安静静的出门了。对，不过要上你这个节目坦白说，因为这个是你的 second season 了嘛，对不对？然后我就看了很多，然后就看到每个人就是上你的节目就是讲哇，然后就开始哭了。人到伤心处一定哭的，你知道吗？本来我老实跟你讲，我现在也不跟着搞。你是一个快乐的人没？不是很快乐 ？Yes， 其实私底下他是很严肃的一个人，很多艺人都是这样。你看到他都是已经站在灯光下了，他不可能每天忧愁善感的嘛。对。所以到了那个情感的深处，我觉得是为自己的委屈、心疼而流泪。娜姐，喂，not yet，喂。还没有讲到什么就要开始来了OK。这个是什么？有点当归的味道。这个也是，这个是羊肉汤吧？药材味道很重，对炖羊肉。应该是吧？那个味道。那怎么会受得了我这么没品味？羊跟牛我分不出来，然后跟你同桌吃饭，他们说你很有品味的人。跟你这样的人呢，才会凸显我有品味嘛。吃饱了 Q 我们，因为你们觉得这个菜好像不是很，我们可以收掉，没关系。我们吃很少的，你不知道吗？通常都是吃2口。你不要把它当做道具耶，人家祝导真的早上。我知道，我真的觉得这个真的是用心良苦，真的。可是你知道我是崇洋的，我是比较喜欢吃西餐的东西的。fusion 啊。I know， yeah，OK， 好，那这样收起来，收起来。今天这一餐就当做是让你们看看陆江的品味。贾贝卡 OK 吗 ？OK 啊，他去到哪里买的？它叫做 Jamaica。Jamaica， 我念得很准的 Jamaica。你明明讲 Jamaica。我跟你讲才好笑啊！什么？因为今年红星大奖，我们不是跟你们没有见面吗？是。有一个人感谢上来是支持抖音，姑娘讲为什么谢谢抖音？抖音让他红吗？我说抖音。抖
抖音。因为我们听不到，也看不到，所以我们听了之后就谢谢抖音。我们很多番外篇。OK， 陆江是童星出身的，是你8岁就开始爱演戏啊？我不懂是8岁还没有7岁是儿童演员训练班，好像是啦。你为什么那么爱演戏？我不知道，因为很小的时候，我妈妈都去让我参加什么儿童讲故事比赛，主席、评判先生，还有各位同学和朋友们。今天我要说的故事是报恩的蚂蚁。然后以前的 microphone 哈有很多 echo， 报恩的蚂蚁。开始的时候笨嘛，对不对？明知道那个 echo 这样假烂，好，我还继续讲嘞，所以一直就是哇，你根本听不到东西的。讲完了哈，还沾自喜，很爽嘞。然后最后没有叫到我的名字哈，然后我就很伤心。然后就突然间有一天，我妈妈就看到一个那时候 SBC 的广告嘛，然后就去报名了。总共呢有2400个小朋友报名，他们只选几个，24个。OK， 跟我同班的同学还有谁呢？范文芳。你做的那个童星训练班已经11、12岁，没有8岁啊，8岁。以前那时候我很瘦，我是到了12岁的时候，突然间才变得朱颜晕嫩。就是这个笑声，让人家很怀念。你12岁的时候很可爱。哎呦，真的说是肥刀，我然后们看那个片段哦，你跟你现在一模一样哎。没什么差别，对不对？你的头发 parting 也在同一个地方。是，我很守旧，我很念旧。我给你看一下。所以我才说我有始有终啊！啊，这部戏就是6小无猜。哎，艾美，这下你真的像一只快点啦！你的声音完全不一样哎，你是配音吗？不是，那时候还没有发育。嘿嘿，小老头，这次你可说对了。这次你给说对了，好像不一样了。哦，我要跟你讲，很好笑的是，我还记得拍这场戏的时候，对不对？不知道谁 make 什么 mistake 了，我们笑场啊，我笑到好，我漏尿嘞。然后那时候我是穿短裤的嘞，我还记得是 cream color 的，我真的是尿到和我全部自己可以看到啊，哇，那个颜色你都慢慢这样散开来了，你知道吗？从浅色变深色，然后我觉得，我想哭。你这么爱面子，完美的人，你接受得了自己这样的事？然后小时候还不会。然后陆江之后就。我不知道你怎么样进入电视台的嘞。服完兵役之后，我就放纵自己，让自己有1年的时间在服装界那边呢做一个闪亮的星星，做模了。I'm high tea model。那时候你们走路还有 kick 的啦，转那个时候还要 kick 那个脚。我可以走开 T， 你看50块的，你是多少钱的？一个 show 是180。那时候180也是很高，我们是最低的20到50。哎呦，可怜哦！你知道以前我们走 K 过，我们那个 pattern 啊，就是你要在那边，然后很斜的这样，然后你要出发之前脚一定要踢一下，对，然后走到这边要转，然后还要扶腾，然后你要进场的时候还要 kick 一下，然后再走。然后你去做模特，所以那时候刚好，那个是一个良好的时机。为什么？那时候刚刚开了Takashimaya，刚刚开了 Studio Tanks，所以我一进去我上了我的 department classes 之后，他们就 book 我24个 show 嘞。那个时候有谁啊？沈清善、郑冰辉，还有 Christopher Lee。然后后来当这个 model 大约半年的时候，那时候的5频道他们第一次要拍 English drama， 然后呢就来 audition 哦，就上了 Channel 5，等于就开始演 Masters of the Sea， 演完了 Masters of the Sea， 然后就来一个 second season 叫做 Troubled Waters。然后 after that I'm very troubled。为什么？因为他们接下来要拍的是 999， 那个王丽玲的啦。Don't run！ So， 然后他们就讲说，他们不想用 Masters of the Sea 的那票人，可能他只是不想用你嘞。我觉得应该是嘞，因为坦白说，我在拍 Masters of the Sea 的时候也是蛮假的。为什么呢？他们请的那个演员啊，是美国 ABC 来的哎，他讲的英语是那个美国腔的，然后找我们的几个 local 的他们又是讲英国腔的嘞。然后我是新加坡腔的。有人会觉得那个时候你的音调怪怪的吗？有。看一下你的那个。不要吧。长大后的第一部戏了。Our phones are ringing off the hook, and Mian has been saying no comment the whole morning. What a mess. Look, darling, Rita just happened to be there. I mean, you didn't show up, so I gave her your ticket. 就你的腔调也说不上是
Singlish 啊，不是。因为我们都有一些导师，他们还找了几个 DJ 来 coach 我们说，我们的发音是要怎么样，我们的声调还有语调。然后我不是拍完了那个 Trouble 咯，对不对？然后那时候我就去我的那个 boss， 那时候 Channel 5的 boss 他是 Kenneth 亮，我就跟他讲说，我已经空了4个月没有工作做。跟他聊了之后，突然间有一通电话就来了。好，我这边是第8波道综艺组，你来一个面试，我就 OK。你还记得谁是邢敏慧吗？记得。邢敏慧那时候有主持一个节目叫做《音乐时尚》，我去到那边了，他们就给我稿子嘞，叫我搭邢敏慧，你知道吗？一下子就录了5天的节目嘞。我是王璐江。如果你们觉得我很面熟的话呢，你们一定是有看过第5波道的《Masters of the Sea》，在里头呢，我是演一名大亨的儿子。而今天呢，在这呢，是我第1次主持节目。他们就直接把我从 Channel transfer 到第8综艺，所以你就过台了，签约了，然后上任，马上就走马上任。对，这边我要慎重的说明一下，我从来没有上过什么主持人训练班，完全没有。我一过来，我自己要背一大堆东西，然后就对这个镜头这样子一直讲话，一直讲话。然后后来那个脑力加油站也是一样。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谢谢你们再次收看我们脑力加油站。今天呢，节目一开始，让我表演一个特技给你们看。这呢就是一个氢球啊，氢球，我把它放在这里了，一下子又不见了。哎，真的不见朋友，哎，跑这里了。每一天的参赛者有3个，我总共要问的问题是45个。我说还 OK， 可是看很多字我不懂。呀，因为我是音效生，所以我得做很多的功课，然后你又不能念得慢，念得慢的话，这1分钟的时间你要念越多给他们去答嘛。OK 呀。哇 ，very stress。其实是真的，主持他很靠体力，像我们现在一路啊，他可能10点来，我就开始跟你在战备状况，一上妆一访问，头脑是啪。对，我们的脑子一直在动，我时时刻刻都在动。你在说每一句话的时候，我又要聆听，我一定要听，要不然我答非所问。对不对？我们的那个旋转的涡轮啊，是真的是几10万倍的在转。当你回家了之后，对不对？哇，你就会放空，你知道吗？突然间你的耳朵你听到嗡的声音，然后你要关眼睛睡觉也不行，眼皮在抖。对，真的眼皮在抖。其实我们就算中间 break time 啊，我们的那个兴奋的那个元素都不敢 drop 下来。是你从 Gear 1打到 Gear 4的话，你就一直要停留在 Gear 4嘞，你不能 down gear 嘞。对。因为镜头是不等你的，尤其是你做的一些实况节目，你这里嗨的话，你的前10分钟嗨，你最后的1个小时，你的情绪还是一样停留在那边。所以你的真的出道是在那个邢敏慧的那个音乐时尚，脑力加油站是，然后才来成人杂志。成人杂志你是第一个元老吗？是的，潘玲玲、周初明、何永芳还有我。知不知道艺人每个月的消费是多少钱啊？他们驾的是什么车啦？他们去哪里吃东西啦？或者是他们去哪里买东西了？好，就让我们成人杂志3人小组为你逐个揭露艺人的隐私。所以每当我们出外景的时候呢，我都觉得自己非常的渺小。去到哪一个地方所有的观众都是认识他们3个的嘛。你说那时候是流行签名的嘛，对不对？何永芳来签名周秋明签名，潘玲玲来签名。然后拿纸给，你可以帮我拿笔吗？拿一下。然后他们会跑来我这边，你帮我们拍照，我就OK， 我就帮他们拍。坦白说，那时候我出道的时候，我发觉到一样东西，我真的是比较另类一点。因为其他的主持人，比如说郭亮啊、你啊、王向清啊、朱永清啊、周如珠这些，他们都是很得体的，他们说的话就是这样子，也没有挖苦人，也没有讽刺人。然后我就是参赛者，一做错东西的话，我会直接把最真的那种感觉、想法直接的 Q 出来。所以那时候我觉得很多人不能接受我，真的是不能接受我。然后那时候那个电视台那个最大的 division 就是马康，那时候就叫我上去咯，就跟我说 ，OK Brian， we have a problem. The survey says that you are the most disliked artist in the whole of TCS。哇，那时候真的很受伤害，你知道吗？回到家里要哭1整夜了之后，对不对？然后就拿出自己的 typewriter to whom it may concern, I hereby tender in my resignation。第2天拿去给 Mr. Man，Mr. Man 连那个信封都不开，他就跟我讲 ，Brian， 什么事情啊？我就马康那边叫我去，他跟我讲我是这个，我不知道我自己做错什么东西嘛，我就哭了，就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然后1个小时之后
Brian， 这封信我暂时收起来，给观众去认识你，给观众去习惯你。我就马上跑到toilet，看那个很丑，然后又这样子继续下去，然后1年之后又来了，又在观众又传来，呀，就第2次要去找 Mr. Man 也是没有用回同样的信了哈，a new one，OK， 呀，就这样子3次，你总共第3次，对，然后都被挽留。我总觉得在我的这个事业里头，如果没有 Mr. Man 的话，就没有今天的我。那你觉得当初为什么会被观众如此的？因为我不按照常理出牌啊。因为如果那个参赛者他没有回答到问题，然后他真的很简单的都不会，我就会直接讲你很笨呢。That is so wrong。有时候为了综艺啊，我们有时候要做一下坏人，然后是要有一点被人家讨论的一个是争议点呐。是你现在叫陆江换一个人，我也设定一个人。我们来 try。那其实你一路走来幸运都不错。那在什么时候你决定打算要转战戏剧界呢？其实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也想了很久，该是时候让我尝试一些新的东西。太好了，由今天陆江的这一句话，我觉得我们就可以圆满的收场。下个礼拜再见哦。再见。知性啊！而且基本上这样主持人，你只要稍微动一下，你内裤卡到你都不能用哎。对。但是就是有很多人有另外一种想法，我们希望一个大方得体、有水准的主持人。以前你就是要很亲民，然后不要自己被登到很像明星。是。然后突然间有1年，那也是第1年，主持人可以参与红星大奖，对不对？对。那1年我真的是拿了我第1个10大了。王陆江。我还以为没有希望了。不要哭，不要哭。那时候我才发觉到，哦，我的天啊，真的还有人 vote for me 了。我那时候的心情啊是非常的复杂的。成千上万的观众喜欢你，但是会写信去的就是那几十个，而且他们一旦讨厌你，他们是极端的。他们讨厌到 enough for them to write in 啊，一定是蛮讨厌的。因为你要我这样子 write in 除非我真的很讨厌那个人，不然的话我不会浪费时间。而且当你还在扮傻，希望我让逗你笑的当儿，被人家啪，你在那边扮小丑，人家还直接跟我讲 not funny， 你知道你的那个感觉，然后你就开始怀疑你自己，你知道吗？然后你就觉得，你就问你自己说，你还需要待在这边吗？可是那时候刚好就在这些风波的时候，我父亲他心脏病发作嘛，所以他在医院的时候，他就跟我说，江啊，爸爸不可以了。你一定要照顾妈妈跟姐姐。他就跟你讲而已。So， 突然间又滴滴滴滴滴，然后医生就叫我出去，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So， 我就从那一刻开始，我就没有可以递上辞职信的那个权利。那种任性。对。就算被骂了，你也没有资格任性。我一定要咬紧牙关，因为那时候我看。真的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些什么，然后就咬紧牙关继续的往前走。在那个时候，爸爸跟你交代的时候，你才26岁，你有跟爸爸讲些什么吗？我就在那边强忍眼泪。强忍？因为我爸爸不喜欢我哭，然后我就尽量的不哭。那你回答他了吗？你答应他了 ？Of course, yeah， 就是因为答应啊。戏剧就开始。哎呀，不可以这样的！你明知道这个东西，我都跟你讲，我上你的节目，我就是死都不要哭的。OK， 来买，就答应了他，对。要照顾妈妈跟姐姐。对，然后从那一刻，那个就是我人生最大的目标，那唯一的目标。你对他们的宠爱就是他们要什么，你几乎就给什么。你带他们周游列国，云游四海，是几乎你有带团，你去过最美的地方，你甚至于第2次再把他们带去。是。有什么情况下你会跟妈妈吵架？当我觉得他无理取闹的时候，你能怎么样对抗？我对抗不了，我每次都输的。他每天给你脸色看呢，不跟你讲话了。因为你知道我们这种人很敏感，很敏感的，你知道吗？你1个小时不跟我说话，我已经受不了了，更何况你1个星期了。然后最后要怎么解决？最后我讲 sorry 咯。你没有错，你也要 sorry。 Of course， 跟妈咪 sorry 啊，卡就是抱他。这么大了你还这样啊 ？Of course，
那如果说有时候是妈咪的错，你还要认错，你心里不委屈吗？不会呀、为什么？他把我真的是抚养我长大，然后他把他人生中最好的那个时光全部奉献给我跟我姐姐。最坏的无理取闹，你都是要输的，你都 Of course 都是要输的。我跟你讲，所以你们认识的陆江是以为他就是这样啊？他在他家里人的那一面，他是软刀，没用的。没有用的，就是可以这样子戳，打，然后就沈阳陆江，你是我们家的家，然后就陆江啊，开始闹他。当然，他跟姐姐的感情也是很深。是原因其实是很简单的，一峰，因为当我失去了我爸爸之后，坦白说那时候只是工作了几年，也没有说有这个能力好好的去孝敬他。然后我觉得我要双倍的全部都把它给我妈妈跟我姐姐。所以你看啊，陆江，现在时下年轻人对孝顺这两个定义啊，已经不再是这样了。因为我看我爸爸、我妈妈他们很孝顺啊。OK， 我爸爸是一个很好的 son-in-law 嘞。就算那时候我爸爸赚的钱不多，对不对？每个礼拜天他都会载着妈妈、载着我还有姐姐去到我外婆的家，然后呢都会塞一张50块钱给我的外婆。我妈妈是一个非常疼妈妈的一个 wonderful mother。然后去祭拜祖宗这些东西我都会做，因为这是我爸爸、我妈妈一向来都做的东西。对陆江这一点做的真的超级好，他的那个习俗、他的礼仪传统。你 follow 到非常好。我跟你讲，以前我跟陆江住邻居的时候，他每天早上一定要拜拜，然后重点，他永远都是28分38分。OK 是37没378分。37分分好了之后，然后他很喜欢穿那种baby blue、baby green 很 cute sweet 的 color， 然后全部完了之后，你就看他很认真的这边这样。天佛地好吗？那个就是我做homework的时候会，你看他舌头一直这样。对啊，我有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嘞，我真的是写东西的时候，我真的每次这样的，我会写得很开心的时候，我就会，然后有灵感。对啊，然后有时候想，每天风雨不改的。没有啦，没有每天去买啦。有时候你一次买1个礼拜。没有啦，我觉得我最不喜欢的是礼拜2跟礼拜5，因为没有完全没希望。说到这个孝顺这一方面，大家从这里就可以看到陆江的非常柔情、非常可爱、非常有那种道德观念。后来让你一炮而红，奠定了你的主持地位，被认定是在10多年后主持百家乐，拿到了你人生第1座主持人奖项嘞。是。 The winner goes to 王陆江，王陆江。陆江用他出色的演出夺得了2006年最佳综艺主持人奖，恭喜！在这里呢，我非常谢谢就是百家乐的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再次的谢谢我的其他的4位很好的搭档，谢谢你们。等了多久？10多年。呀，我也是，我13年。哦，你等13年。啊那，所以你不是等最久的，国亮啊。国亮没？还在等呢。哇，他很有耐性。对，很有耐心。对，那个时候也是你的事业开始的转捩点。应该是。 4个系列，那个百家乐是很有名气又被认可的一个节目。那为什么你做完之后，你几乎就在主持界销声匿迹？真实的你是一个很害羞的宅男。我真的是很怕人家看到我，所以每次我在外面的时候，我都是看地上。哇，很好嘞，是主持人哭，而不是我哭。你也可以上 Millicent 免费随心选听，全听你说加料版。